为了庆祝一家人很久没有吵架，科沃预定了小珊瑚一日游。为了回归原始，科沃决定抛弃高科技，返璞归真。强之国失去电路的第二天，雪儿让人们安静下来。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大家就玩完了。雪儿将发言权交给了在2次政党中担任电力部长的妮可。妮可告诉大家，革命之后，自己和蒂姆从这里接入了给电视供电的电线。现在那个电线应该是松动或是损坏了，不管怎样，必须重新连接。但电线在最下面那一层，在洪涝之后，没人知道下面有什么。去过的人不是疯了就是消失了。雪儿曾经下去过，但现在需要有志愿者跟着他去。人群里，一个叫做乔·桑德斯的大块头主动请缨。雪儿看了一圈，让不远处的眼罩男也加入进来，因为他长得像个反派。妮可也表示要去，与其在冰冻中死去，不如当回英雄。雪儿觉得在场还有一个可以用的人。哈尔克感受到了2人的视线，沉默不语。雪儿找到了在家的哈尔克，哈尔克告诉他自己一直在思考未来。雪儿觉得他就是在放屁。哈尔克有自己的苦衷，他有家庭，所以不能出那样自杀式的任务。雪儿告诉他，难道自己不是吗？我也要离开女儿，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，他和你的妻子都在这没有未来。哈尔克还是拒绝了，因为他自己早已不是当年的好汉，他的梦想也不是成为英雄。雪儿告诉他，没有人愿意当英雄，不过是赶鸭子上架罢了。行驶了一晚上，科沃一行总算到达了小珊瑚，那里的工作人员还记得他们，甚至能接得住泰瑞的梗。他们遇到了来自芝加哥的约翰逊一家，2家人相谈甚欢，甚至决定邀请对方当做驴友。随后的度假中有了约翰逊一家的陪伴，旅行非常有趣。路边的老女人招呼科沃和泰瑞去参观火车博物馆。自从第2集发生了那样的事后，他们就不喜欢火车了。等到他们离开，女人立刻面色阴沉地拨通了电话。临到出发时，雪儿叮嘱修女，皮斯利不喜欢被左右摇动，也要少喝老鼠奶，会胀气的。雪儿不放心，总觉得还忘了些什么。修女让她宽心，皮斯利是强之国最重要的东西，伯文年教会会用生命来保护他。来到地下最后一层，雪儿还在告诉众人，胆小鬼可以先离开了。乔表示自己是硬汉，说完就将自己的鳄鱼纹身给大家看。刚说完就被身后的黑影给吓了一跳。雪儿以为哈尔克不会来了，哈尔克笑着说，我不会参加自杀式的任务，但我这疯子朋友需要帮助。他们打开封锁的木板后走了进去，谁也不知道黑暗中有什么在等着他们。设想如果你去旅行，却发现周围的人都是演员在配合你演戏，你会认为这是楚门的世界吗？小山河的人们都挺友好的，可我和泰瑞感觉非常不错。走到昨天的火车博物馆时，大妈告诉他俩，这儿已经改成背叛者大厅了，进去参观还送钻石糖。2人兴奋地冲了进去，却发现了科沃和红色傻汉玩游戏的雕塑，另一个是泰瑞偷吃玉米条的雕塑。大吵一架后，2人不欢而散。幕后的大妈悄悄对着手机那头说，咱们计划通，等看到复刻2代之后就进入第2阶段。此时的小妍妍和杰西正和2个孩子在雪山顶，女孩抱着小妍妍悄悄告诉她快跑，却被男孩立马搂了过来，告诉她是快点滑的意思。到达终点后，小妍妍得到了第1名，奖杯上的名字却是错误的，这个名字是杰西想象中的反派小妍妍。扯到奥运会作弊的事后，2人就大吵了一架。男孩告诉电话那头，阶段2已经完成了，但现在咱们需要一个新的丹尼尔。说完就恶狠狠地盯着女孩。雪儿小队淌着泥泞走到了深处，地图在这片已经腐烂的泥巴里起不到任何作用。走了没几步，他们就看到了一个腐烂的人头，乔当场就恶心吐了。哈尔克认出来这是之前失踪的快递员，几人越往里走，人就越多。在他们被丧尸包围时，地底钻出来一个一撮毛，他赶走了周围的怪人。听说他们要去底层，一撮毛主动提出来当他们的向导。走到深处，他们立刻就被包围了。一个头戴纽扣的女人出现了，一撮毛谄媚地告诉女人，拉普，我给你带了些货真价实的上层软糖。这下大家算是明白了，自己被这个老六给骗了。拉普告诉他们，我叫做拉普尼姆·史蒂夫，他们是我的子民，我保护他们，作为回报，他们按我的命令办事儿。比如现在，我就让他们杀了你。话音刚落，雪儿已经拿着刀抵在了他的脖子上。拉普不介意和他们斗得鱼死网破，哈尔克让他冷静，毕竟他们只是来打开电源的，并不想干涉他们的生活。他希望拉普能帮助大家。拉普嗤笑一声，无论电源开关与否，都和阴暗潮湿的泥巴地没有任何关系。哈尔克提出了用议会席位作为交换，让被遗忘的泥层人重回强之国的最高层，能够成为核心人物，对于拉普来说是不错的筹码。拉普将他们纳入客人的行列，接着告诉他们，今晚可以住在安全的泥港，明天自己亲自带他们去想去的地方。晚餐时间，因为服务员的异常，科沃发现周围的人都在监视着大家，他找了个理由将所有人都叫回了房间里。科沃将收音机的音乐放到了最大，然后悄悄告诉他们，大家被监视了。那家餐厅的每个人都戴着耳机，不仅如此，那群人还在诡异地附和着大家。这下大家才意识到了之前的种种不对劲，准备收拾东西就离开。永远不要相信食人族的话，否则你的朋友就有可能出现在你的餐盘里。雪儿在吃饭时询问大家有没有见到乔，他的睡袋不见了。拉普告诉他，今天早上他们看到乔很
早就离开了，接着让他们赶紧吃泥巴，10分钟后就离开这里。雪儿吃着吃着被一个东西给呛到了，等吐出来，他才发现这东西有些眼熟。哈尔克瞬间说不出话来，赶紧让大家别吃了。眼罩男不明所以的吃了个精光，还吐出了一张乔的证件。眼罩男瞬间惊了，他们此时吃的东西正是失踪的乔。哈尔克立刻告诉拉普，你杀人还把人肉分给他的朋友，现在你别想进议会了。拉普表示，别教育我了，我很感谢你的提议，我甚至都想照做了，不过我更愿意吃掉你们。抓住他们！短暂的打斗后，雪儿带着大家跑了出去，身后的拉普还在大喊着，你们别想逃出泥层。逃出酒店的4人赶紧上了车，谁知路全被封死了，人们将车子给围了起来。可我迅速调转车头，朝着森林深处驶去。被泰瑞改造过后的车子添加了滑雪板的选项，车子就这样卡到了半道上。4人下了车以后落荒而逃，为了躲避他们的搜查，直接伪装成树枝，伪装的可以说天衣无缝。小燕意识到没有高科技产品，大家要怎么逃出这里？虽然说的是返璞归真，但科沃悄悄带了个袖珍激光剑。小妍妍和杰西也掏出了自己随身带的激光剑，泰瑞则是带了个激光手铐。虽然本意是想玩点有点小情绪的事儿，不过现在得杀出一条血路了。雪儿4人的逃亡也在继续着，拉普的子民们全都开启了泥遁模式。哈尔克的脚不幸卡到了泥潭里，在雪儿停下救他时，尼可和眼罩男全都被抓了。拉普跳了下来，雪儿立刻和他展开了搏斗，一个肘击，拉普就被划伤了手臂，但寡不敌众，雪儿被2个手下给抓住了。拉普狞笑着走到了哈尔克身边，大声说着，我要吃掉你的肉，然后一层一层往上走，吃光你们所有的朋友。雪儿用脚将尖刀拿在了手上，直接刺向了身后。拉普依旧不紧不慢地嘲讽着，你们在乎的人最终都会被我拉出来。就在尖刀即将刺向哈尔克时，身后的一只猪儿虫钻了出来，拉普就这样被咬死了。准备逃走的泥层人全都被虫子给吃掉了，好在雪儿及时启动了火焰喷射器。哈尔克觉得等到电力恢复，必须要清理一下这几层。尼可发现了发电室的入口就在他们脚下，准备抓捕科沃的队伍还在开会，他们决定再搜查一下第4区域，但要记住不能伤害他们。刚说完，身后就爆炸了，火焰将整个大街破坏得惨不忍睹。科沃几人成功反杀，泰瑞只想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。女人解释道，你们第一次来就给我们带来了价值100万美元的钻石小费，只服务你们会比服务大众赚得更多，所以大家根据他们的喜好重建了这个小镇，但他们却整整2年也没有来过了，经济处在了崩溃的边缘，所以雇佣黑客调查了他们的喜好，投放广告，最后得出只要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，他们就会更喜欢这里的结论。科沃表示他们再也不想来这个地方了。回去的路上，一家人又吵了起来。果然，度假可比解决烂问题要好太多了。最终还是调转车头回到了小珊瑚。虽然人类贪婪又恶心，但是算法是正确的。他们打算再住一段时间，不过要恢复成最初的样子，不准逼他们解决问题。最后，科沃看着算法机器人离开，去了远方。Poor algorithm. Little guy was just doing what he was programmed to do. He's so well designed. It has to be done. Run free, Algo. Run free. 来到电力室后，尼可将电线修好，打开了电闸后，强之国迎来了光明。刚欢呼没几句，眼罩男就被伸下来的嘴给吸干了血。一只巨大的蚊子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，雪儿一行人又遇上了新的危机。